当马兰在被德福德山惩教所彻底翻身，并且开始作威作福，享受超然待遇的时候，正在费家的叶晨收到了万破军发来的一份资料。得益于万隆店强大的情报渠道，这份资料几乎囊括了梅玉珍来美国这么多年所犯下的所有罪行。这份打印出来足有30几页的资料，叶晨看了1个多小时才算是全部看完。而当他看完这些资料后，整个人大为震怒。他没想到这个梅玉珍竟然在美国对自己的同胞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这么多年来，直接或间接死在他手里的人，可追溯到实际身份的就至少有30几个，更有许多人在接触过他之后就彻底下落不明，不知死活。而像马兰一样被他害进监狱的更是数不胜数。不过万隆店目前还没掌握梅玉珍的踪迹，因为这个女人自从离开普罗维登斯之后，就一直没有在任何公共场合出现过，整个人属于人间蒸发的状态。叶晨揣测，梅玉珍眼下虽然是在逃亡，但是她一定不会就此洗手不干，因为她的家人现在已经尽数被抓，所有的资产都被查封，这种情况下她一定心有不甘。所以即便梅玉珍眼下处于逃亡的状态，但是这个恶毒的女人一定会想办法继续为非作歹，赚取非法利益。于是叶晨便给万破军打了个电话。电话一通，他便开口道：破军，你发来的资料我已经全部都看过了。万破军很是惭愧地说道：抱歉叶先生，目前我们还没有关于梅玉珍具体下落的线索，不过您放心，我已经通知了万隆店在全美的所有线人，只要发现那个梅玉珍的踪迹，一定会第一时间掌握动向。叶晨开口道：我现在怀疑这个梅玉珍应该很快还会再作案，现在应该想办法顺藤摸瓜。万破军有些无奈地说道：美国这个地方，绝大多数的城市都没有实现100%的监控覆盖，城乡结合部以及四通八达的交通网就更不用说了，而且最要命的是，他们的高速公路90以上都是免费，没有收费站，也就意味着没有一套系统去记录、统计那些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车辆，所以我们也很难捕捉他们离开普罗维登斯之后的动向。叶晨想了想，开口道：梅玉珍他们虽然人间蒸发了，但是他们的目标还在，只要他们不彻底收手，我们就能找到线索。说着，叶晨又道：破军，你立刻让人从普罗维登斯调查一下梅玉珍化名陈丽萍这段时间，这个女人所有的社交记录，我要知道她都深度接触过哪些华人华裔。只要是她深度接触过的人，大概率都是她的目标，我们可以从她的目标着手，或许就能找到她的下落。万破军忙道：好的，叶先生，属下这就去办。1个小时后，叶晨接到了万破军的回电。电话里，万破军对叶晨说道：叶先生，我们的人在普罗维登斯调查过了，发现这个梅玉珍和至少当地6名华裔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但是自从您丈母娘出事之后，她和这些人的联系就断了。叶晨问道：这6个人分别是什么身份，什么背景？万破军道：基本上都和你丈母娘差不多，都是来美国探亲的，其中有4个人已经订好了回国的机票，会在未来几个月的时间里陆续回国。不过这里面有一个老太太是早先移民过来的，而梅玉珍与她的通话记录是这6个人里面最多的。老太太？叶晨好奇地问道：难道老太太也是他们运送违禁品的目标吗？万破军道：这个还不确定。叶晨道：想确定这个很简单，
你调查一下这个老太太最近几年在航空公司的飞行记录，看看她是否经常回国，最近一次回国是什么时候。好，万破军立刻说道，您稍等，我这就让黑客从民航系统的漏洞里调取一下资料。说着，万破军跟身边的人吩咐几句，不到1分钟的时间，他便对叶晨说道，叶先生，我这边已经查到了，有些奇怪，这个老太太已经最少有20年没回过国了，而且这20年的时间，她根本就没坐过飞机。奇怪，叶晨皱眉说道，一个20年不坐飞机的人，而且还是个老太太，对梅玉珍来说有什么价值呢？我也不清楚，万破军忙道，我立刻派人过去接近一下这个老太太，仔细调查一下她的情况。叶晨开口道，不用麻烦了，你帮我看一下这个老太太的家庭组成情况。万破军道，叶先生，我这里有资料，老太太名叫周碧华，73岁，她只有一个儿子，今年40了。她儿子早些年是公派留学生，后来就移民美国了。20年前把她也从国内接了过来，不过老太太是自己来的，老伴儿应该已经没了。叶晨又问，查到他们家的地址了吗？看一下他们家的位置，在普罗维登斯属于什么级别的社区？万破军稍后回复道，叶先生，老太太家住的地方在普罗维登斯是个比较破旧的社区，当地华人大都不住在那里，一般居住的都是拉美裔和非洲裔。叶晨不禁有些诧异，琢磨到这件事情有点奇怪，按理说这个老太太家庭条件应该非常一般，而且国内估计也没什么直系亲属了，也不可能回国，梅玉珍接近她有什么目的呢？这个我也没想明白。万破军道，我还查到了老太太的监控录像，她竟然还在一家华人餐厅打工，这么大的岁数还出来工作，看情况家里应该非常困难。叶晨皱起眉头，继续问道，他儿子呢？既然他儿子以前是公派留学生，那肯定是名牌大学毕业的，收入不可能太低吧？万破军解释道，他儿子情况比较惨，早些年确实收入不错，在一家跨国公司担任技术主管，但是从他35岁那年开始，他就一直在不停地找工作，被辞退，然后再找工作，收入也是不断下滑，现在已经失业1年多了，家里房贷已经停了几个月了，现在银行正要收回房子，他儿子前些天刚把家里一辆跑了10万英里的商务车卖了，现在可以说是家徒四壁了。我也想不通，名牌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为什么会混得这么惨？叶晨淡淡道，这种情况在大企业还是很常见的，对一些大企业来说，年纪大的员工由于工作的年头太久，资历太老，但薪资高得惊人，而且因为年纪大了，身体透支得厉害，又有家有事要操心，所以拼也拼不动了，学习能力也比不上年轻人。对这些大公司来说，如果用年轻人把这些中年人换掉，不但成本能够大大降低，而且新来的年轻人冲劲也足，可以拼命压榨个10年以上。说着，叶晨又道，这样的中年人一旦被开掉，在就业的时候薪资水平就会雪崩，年轻人都是越跳槽薪资越高，而中年人大部分都是越跳槽薪资越低。万破军深以为然，感叹道，资本家果然都是最残酷的。说着，万破军想起什么，连忙道，哦对了，我刚才顺手在民航系统里查了一下，这个周碧华的儿子订了一张后天飞墨西哥的机票，可能是要去墨西哥打工吧。叶晨更是诧异，去墨西哥打工？那地方比美国穷得多，而且又算得上是法外之地，正常人怎么会从美国去那边打工？这个就不清楚了。万破军道，我这边还查到了他儿子上周的体检记录，是在普罗维登斯的医院做的，
体检项目登记的就是入职体检，应该是为了找工作才做的。叶晨问了一声，一开始也没多想，但是他忽然想起什么，开口说道：破军，你刚才给我的资料里显示，与梅玉珍接触过的人有不少都直接人间蒸发，下落不明了，是吗？对，万破军道，这些人在警方的系统里登记的都是失踪，而且没一个找到的。叶晨眉头紧皱，忽然说道：快查一下这些失踪的人，看看他们的卷宗里显示是在哪失踪的，重点查一查他们失踪之前有没有去过墨西哥。